I am the world's first scientist to have completely cracked the Atlantis flying saucer technology. 今天呢，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心的题自由能源。自由能源呢，是人类追求了几千年而一直想拥有的一种能源。其实整个人类这几千年打来打去，都在互相争夺能源，或者说争夺资源。那么就是这次呢，就是可能是我听说美国想把这个自由能源开发，把这个技术呢开放给这个欧盟。那么就是说，因为它毕竟得拉关系嘛，要不然欧盟也不能听他的，因为这没石油也不行。但是呢，其实他这个技术是谁呢？是尼古拉特斯拉的。尼古拉特斯拉呢，其实跟舒伯格他们是互相通着的。我其实一直怀疑，就是在那个层面，二战时期，18几年，而那些就是大的科学家，他们互相都是通气儿，并且资源共享的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共同来探讨一下自由能源。就是给大家来怎么说呢？就是总结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民科、官科研究的都有一些自己的局限性，我们只是在其层面上，大家来分析一下。首先说自由能源，自由能源很多人认为呢就是永动机。对吧？对吧？如果是那个就是官科，包括是一些民科，都在做一些基本的东西，就是什么飞轮储能啊，就是飞轮啊，飞轮储能。你会看到就是说，有一个大轮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去转，转完之后呢，去存储一些能量。但是这种呢，就是它不能算是永动机。永动机呢，就是最早其实那个达芬奇他们就是都已经共同的去研究这个东西了。但是呢，就是说我们通过热力学第二定律、第一定律出来之后，那么就是说那个第一类永动机就证明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其实呢，不可能存在呢，并不代表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存在的。第二类永动机是什么永动机呢？就是它是以热力学为基础的永动机。而我们这种简单的这种飞轮储能啊，包括这个机器呢，就是说它根本就谈不上这个永动。所以呢，现在这块的这个所有的技术呢，就是无论民科还是官科在搞，他们都没有一个大的这个突破。因为它是因为这个飞轮你在做很大的时候，它可以储存很多能量，但是呢，它在旋转的时候，它离心力太快，轴承也受不了。那么就是说那个本身这个惯量，这个钢体的惯量受不了，会把它转碎。所以这块呢，第一类永动机呢，全部都不可能实现。第二类永动机呢，就是以热力学为基础的。那么第二类永动机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很多人认为永动机就是永动，其实是错。我上次就跟大家就是说的很明白，自由能源机跟永动机的区别。就在于自由能源机它是有能量输入的。
就是我们认为的永动是没有能量输入的一种机器。自由能源呢，因为从我接触这个应该是在10年以前吧，就是接触到什么叫自由能源。当我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几乎放下了我一切的公司的经营，来研究这件事，并且是脱产。脱产研究呢，就是说你能够坐在屋子里面研究10年以上，然后呢才把自由能源搞懂。因为没有人能够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来做这件事。自由能源呢，就是说我们无论光刻与明刻，光刻之所以不做呢，是因为它有很多论文要写，有许多报告啊或者什么这种，它没有那么潜心的来去做这件事。明刻呢，是因为它得养家吃饭，那么就是说它靠课余时间，它没有这么大的时间来做这件事。自由能源呢，是人类追求的终极能源。有没有自由能源？这个世界一直在问这个问题。我刚才开始也说了，那么美国准备把这个尼古拉特斯拉的一些这个技术公开给欧盟。那么它的技术是什么？一定是自由能源机。因为最早尼古拉特斯拉那么造过一款这个自由能源机，是因为舒伯格把这个飞碟的发动机的原理告诉了尼古拉特斯拉。尼古拉特斯拉之后呢，因为舒伯格是用水来旋转产生涡流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系统来实行运转。尼古拉特斯拉因为它是玩电的嘛，他就用电做了同样的一块来实现运转。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。所有这些技术呢，都是我的这些知识都是源自于那个维克多·舒伯格，就是他的名字应该念少伯格，但是这个你必须得搜他的英文，就是德文才能够搜得到。舒伯格呢，就是说他是被希特勒雪藏了一个最伟大的科学家。就是我们人类的几乎，现在的知识大部分都是偷人家2战时期德国的。德国以后呢，就是世界就没有什么科技在什么创新啊，这些东西都很少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自由能源，就是说舒伯格简单的它的技术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我们随随便便，就是把水电站，我们水电站的发电量是这样的：水从这边流下来，对吧？冲击一个水轮来发电。这就是发电站的这个标准流程。那么舒伯格随便盖一个水轮，就是把这个水轮盖成负压水轮，那么发电量可以是现在发电厂发电量的9倍之多。主要不在于这个，而在于它可以不用建大坝。我们现在需要170米的大坝蓄水。那么如果你改成负压水轮，我们的大坝不用建。我们都知道发电主要是利用这个主要的成本是要建一个大坝。如果你把这个大坝钱省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少很多钱。但是这些东西呢，我给别人去说，人家也不会去做。我只是跟大家来说一下，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国家主要是靠这个建大坝来消耗这个水泥的产量，会有很多人受益吗？
并且呢，就是说，建这个大坝呢，对吧？还能用掉很多人工，对吧？那么很多人有回扣呢。至于这个东西效率有多高，没有人管。所以呢，现在在欧洲这块儿，因为欧洲现在缺能源嘛，他们如果要改这个东西，那么就很简单，我教你们怎么改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做自由能源，就是舒伯格的自由能源嘛，就是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东西。就是我们现在的水轮，它主要是用的是正的压力。那么正的压力呢，就是说你的这个水轮所发的电与什么有关呢？我写一个比较吧，现在的水轮，它主要是压差。压差发电呢，它就需要你建一个很高的水坝，对吧？而我们要是负压水轮，那么它是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是靠水压，而是靠的是大气压。我们就不需要建那么高的水坝，这个钱几乎可以省下建水电站的90%以上，可能能省下来。因为发电厂主要的水电站主要是建水坝的钱。然后呢，就是在那个塞尔维亚那个国家那个预言也曾说过，就是说，有一种能源，就是这种能源呢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并且在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能源是什么，其实它这个能源呢，就是大气压。大气压呢，每平方厘米1公斤，就是简单的计算一下，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1米的水轮，作用在这个水轮上面，就会有10吨的大气压可以用，并且呢，这哥们儿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它永远有用不完的力气，并且呢，恒定，比你那个水压还稳定。再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东西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它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你除了大气层，这东西不好使。所以呢，舒伯格一直把这个技术呢，没公开。我今天帮他公开了一下。因为自由能源，我看到就是太多人在研究了，但是呢，都没有方向。很多那种，就是转那个磁的，对吧？转铁轮的，包括这个转这个转那个的。其实，去看这个自由能源这套系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你去看，最简单，我上次已经说过，最简单的检测方式就是它旋转起来之后，中心冷不冷？如果它旋转大气的话，它中心一定是产冷的，因为你产冷之后，大气才会往里头流，才会形成龙卷风。如果没有龙卷风的，一切的自由能源，包括尼古拉特斯拉的用磁做的这套龙卷风这个自由能源，它中间也是冷的。如果你去看那个40级，它那个自由能源，它中心旋转起来，它一定也是冷。但是呢，这套东西不是我们简单。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不劝那些就是初级研究自由能源的人，去研究这个？因为它的设计的知识就是，太广了。
就是我们今天呢，主要就是说先介绍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水轮。我们说这个舒伯格做了一款水轮，这款水轮是负压。那么你虽然它是一个轮儿，但是它是一整套系统，并且呢，它是一款发动机，不是靠我们水轮。那个水轮太简单了，就是说我们做的东西呢，你包括官科跟民科，人类现在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一锤子买卖，就是说我用水哗一冲。OK， 这水轮就完蛋了，对吧？转起来了，就带着发电机就 OK 了。但是舒伯格做的水轮，它是一款水力发动机，而不是水轮。发动机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发动机是热机，热机呢有热机的特性，就是它一定要有高压热源向低压热源传热，这是热机的基本的定律。然后呢，才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功，这是热机。如果你要用水用大气压来做这款热机，那么你也要做出来，因为我们高压热源是用汽油来产生那个高压热源来推动活塞嘛。如果我们这块用水来做一款，用大气压来做一款发动机，那么你第一步需要做的是什么？用高压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气压嘛，就是平常我们身边就一个大气压嘛，这叫高压热源，我们把它变成高压热源。我们这个东西一定要产生负压。因为大气压是正常的，是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。那么你一定要产生负压，你这个大气压才能往这个负压来传压，来实现运转。我原来跟你们说过，就是我们自身也是产生负压，就靠肺嘛，不是靠心脏啊。我们心脏并不是动力源，靠肺产生的是负压。然后呢，靠大气压往这个肺来传压，实现我们人体的咣当咣这个运。所以我们人的这个脉搏跳动，你可以就是不一样，有100多下的，有70下的，有60下的。但是你没有听说人的呼吸，说这东西你长期呼吸100多下，对吧？或者是几百下，这人呼吸几十下，没有，都差不多。呼吸一定是均衡的，因为你要用大气压嘛。所以每个人的动力源并不是这个心脏，而是肺。那么我们就是要用肺用水来制造一个负压，然后用大气压来传压，推动这个水轮来旋转，实现我们一个新的自由能源机。这个就是人类一直在追求的一个东西，原理很简单，做起来很难很难。我们要想做负压，一定要做一个蛋，因为整个宇宙呢都在一个蛋心里。那么当水从这儿流入的时候，产生一个涡旋。我们都知道水龙卷嘛，水龙卷之后呢，就会产生一个负压区。这时候大气压就会从外面往里走，推动这个水轮来旋转，产生负压，直接发电。这就是舒伯格做的水轮。原理就这么简单，做成功没有几个人能做成功，因为它需要很多发动机方面的知识。如果这套水轮做成功了，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
去建几百米的水坝。有个，我估计跟这个大球差不多高度的就够。我们可以沿着长江一直建水电站，因为大气压哪都有。整个人类，并且它发电量呢是这个正常水电站发电量的9倍吗？我们人类的能源根本就不缺，这个东西多简单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照着发动机这个热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去做。我们现在有了负压了，那么有了高压这大气压，高压大气压往低压这个负压来传压，实现这个水轮的运转。然后呢，你还要设计气门啊，就要靠这个很多东西去设定，包括，但是你只要这么做，因为我们以前的水电站都没有这个穹顶，你现在有了，把你们的脑子打开，把智商打开。我不认为这个世界的科学家，包括这个民科还是官科这些研究人员那么笨，连我一个农民都搞定的事情，你们搞不定。我在这里头已经给你们讲得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再往下讲，我就差给你们做出来，没必要我去做，因为我做出来别人也不认，或者说你做出来别人也不用，何必我不做了？告诉你怎么做就完了，照我说的去做。世界不缺能源，仅此而已。If you need to purchase Atlantis Free Energy Technology products, you can contact my personal assistant,